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终于打赢了德国内战，但是在我更新这集的时候，模组突然更新，所以说旧版本的存档已经用不了了。没办法，我就重新再打了一遍。现在内战再一次获得胜利，跟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啊。我们就从现在开始继续。目前我们面临着两个抉择，一个是政治，另外一个是战事。虽然国内政治很重要，但我觉得南非战争比国内的政治更重要，因此我们决定先选择南非战事。非洲几个殖民地现在已经一片混乱，我们若能赢得南非战争，威望将大大提升，并给予敌对势力沉重打击。不过人民可能会发起抗议活动，谴责我们是在浪费资源，让士兵白白送命，或者我们可以尽量拖延战争进程，争取时间撤出所有的人员物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资金。我们若能榨干殖民地的所有油水并投入国内，就能大大弥补之前内战造成的损失。虽然这无异于向美国人投降，不过这既可以保住将士们的性命，又不必浪费钱粮。到了1964年2月6日，在南非内战我们还没有介入的时候，又收到了来自英国的紧急状态报告：不列颠岛上已无德国或政府力量的存在，岛屿已经失守，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旧政府大部分官员或死或俘，叛军宣布成立了所谓的临时政府。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何种对外政策尚不清楚，但他们的临时政府很显然非常亲美，这必将对于我们德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仅面临着被宿敌入侵的风险，他们还会控制我们通往大西洋的唯一安全航道，必须尽一切必要手段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遗憾的是，国内局势动荡，德国国防军也处于混乱状态，我们无法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德国的各个殖民地也纷纷告急，状态相对正常的部队不得不四处救火，我们的力量捉襟见肘。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为不可避免的再次入侵做好准备，恢复西方的安全。具体建议请参考目录。愿德意志得到忠诚守护。好像非洲和东方的问题还不够糟似的，我们对英国的控制已经完全崩溃了，没人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做。现在陆军还不听使唤，我们暂时无能为力，但我们一定会着手准备，这只是时间问题。又一个国家渴望自由，英吉利海峡危机已经成为冷战的前锋战场，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双方都不想看到不列颠落入敌人之手。而能决定不列颠以至欧罗巴命运的，正是双方运筹帷幄的能力。久拖不决，必然生变。随着危机发展，倒计时便会开始。当临界点来临之时，准备度更低的一方将会直接一败涂地。今天，一切迅速解决南非战争的希望，都随着德国新元首正式宣布对冲突进行干预而破灭了。德国元首指出，美国于南非悍然入侵主权政权，罪行必然遭到清算。德国巨人苏醒了，世界都在屏息以待。虽然说我们是改革派，应该尽力避免参加任何不必要的战争，但我还是想让美国佬看看谁才是老大。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就自动完成了展示实力的国策。哪怕形势危如累卵，我们也不能轻易损害世界强权的形象。殖民地是德国的重要棋子，我们绝不会不战而退。当然，我们不会和美国佬正面对抗，但我们的手中还是有不少好牌的。国内有不少人很乐意帮助我们取得胜利，并且寻求参加志愿军的资格。他们相信自己能在战场上为国争光。我们当然会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通通扔到前线去。是时候让爱国者前往南非参战了。从弹药、绷带到最先进的火炮和尖端技术，我们会尽全力帮助我们的殖民地打赢战争。随着我们完成了一系列支援我们殖民地的国策，目前暂时我们就没办法做得更多了，因此我们终于可以把精力转回到国内的政治上了。德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尽管这个巨人如今病魔缠身，他的子民都是纯正的雅利安人，是日耳曼种族的骄傲。我们在共同的旗帜下团结一致，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分崩离析。阿道夫·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但他的失误也造就了我们今日的衰弱。德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这一观念早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但在日本和美国反动势力的围攻下，这份荣耀渐渐暗淡无光。民族社会主义让我们走向伟大，却也成为我们衰败的催化剂。这一体制早已支离破碎，又效率低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德国急需变革。
这一点从未如此显而易见。希特勒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我们都在其引导下行进至此，又岂能轻易将其抛弃？可如果这指引是正确的，我们那永恒的胜利又在何方？倘若元首真的无所不能，我们又为何会如此愚昧软弱？变革势在必行，可这与造就德国的一切相违背。我们不能背叛祖国，可现状又让人民陷入经济危机和暴力冲突，无法自拔。可是，也许我能应对这一切，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东西阻碍去路，哪怕是真理。随着南非战争持续进行，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我们可以把值钱的东西通通带走，然后离开非洲，但我们决定对德国之敌施以决胜一击。美方陷入疯狂，应犹太布尔什维克叛匪维持和平的请求，他们宣布向英吉利海峡增派海军及其他军事力量。这是令人发指的侵略。侦查结果证实，在英国南部集结了大量美军军舰，正挡在我们登陆部队的必经之路上。这无疑是公开阻挠我们。很明显，他们下一步就是要让英国正式加入美国。我们怀疑来自华盛顿的少数战争贩子借此虚张声势，明知热战爆发后，我方将竭尽全力保卫欧洲，却仍然如此鲁莽行事。让那些堕落的美国人看着吧，入侵行动将会进行到底。但如果入侵万一失败，其结果我们心知肚明，我们将不得不采用备选计划。愿德意志得到忠诚守护。外交部通知我们，美国希望开启新一轮谈判，若我方能承认新英国政府，不发动入侵，作为交换，美国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安全担忧做出让步。鉴于目前的对峙局势可能会引发和美国的战争，这可能是个相对明智的决定，尤其是如果我们能从美方得到足够多的让步，弥补失去英国的损失。不过这无疑意味着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到头来可能得不偿失。我们不和恐怖分子谈判。我们的新元首完美契合人民心中的形象，强硬的手腕、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绝对忠诚。阿尔伯特·施佩尔步入总理府大厅，他继承了希特勒的衣钵，绝不会背弃祖国的意志，更不会眼睁睁看着祖国走向毁灭。即使是最强大的领袖，也需要同事、朋友以及忠诚的仆人。早在打垮这些冒牌的元首之前，他便已经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这些人希望他对祖国的愿景能得以实现，然而这些人的忠诚值得怀疑。换做其他人肯定会把这群家伙当成叛徒送上法庭，但元首偏偏就是看中了这几个人，他们是德国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了。自二战时期粉碎布尔什维克以来，德国还从未有过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那些走投无路、梦想破灭和穷困潦倒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即使是内战带来的毁灭性损失和破坏，也无法掩盖这种热情。这就对了，因为元首和他的改革梦想未尽全功，整个国家必将万劫不复。不过，这种热情虽然有利于公关，却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人们举杯狂欢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不安定因素。那些读禁书、接触违禁思想的学生们，在击败党内的极端分子和军国派之后，变得更加胆大妄为。我们必须在人民陶醉变成激进思想的催化剂之前，加以正确引导。随着国内趋于平静，人们开始审视现状，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尽管元首认为解决德国当下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可那些不领情的民众们已经开始指责他违背诺言了。他们不顾全国沦为废墟的事实，扬言要发起抗议，反对元首。这种动荡局面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赢得内战之后几乎一言不发，甚至还没有发表正式的胜利演说。德国国防军内部的改革派为此十分担忧。为了稳定局势，他接受了下属的建议，他立即向公众宣布要在纽伦堡举行正式的胜利游行，并对内战中的支持者表达感激之情。亲爱的德国人民，全体德意志的儿女们，过去30年来，我们所面临的考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击败如此多的敌人，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再度陨落。自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逝世以来，我们的痛苦与日俱增。3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德国人民竟会遭受这样的贫穷和苦难。然而，我们现在恰恰就站在这里，站在手足相残汇聚的血泊之中。事情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
我们这个最为高贵与团结的国家，怎会如此突然而又猛烈地陷入分裂？对扮演旁观者的世界各国而言，这一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我们却被琐碎的争执和停滞不前的荣耀蒙蔽了双眼。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看到大难临头，反而固守那些无法继续服务我们的陈旧体制。我们忘记了民族社会主义是人民的运动，而非官僚、军国主义者和纯粹主义狂热分子的僵硬教条工具。全体德意志儿女们，我们不能也不会重新走上这条曾经使我们走向毁灭边缘的老路。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民族社会主义及其代表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首要宗旨。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们为自己无法理解的理由而白白牺牲。你们再也不会被面目全非、铁石心肠的官僚夺去面包了。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狂热主义的污点再也不会出现。人民战争已经结束，属于人民的祖国已经诞生。胜利万岁！德国还没有倒下。画饼无法充饥，国家也已经完全崩溃。在战略轰炸和远程导弹的时代，德国本土也不安全了。内战已经告一段落，可人民依旧在疾病和饥饿中苦苦挣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元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为此他已经下达元首令，要求立即执行全面救济计划，以结束人民的苦难。目前许多地区的食物、药品、水电严重短缺，德国国防军会动用卡车、火车和飞机协助分发物资，而先头部队将迅速完成拆迁重建工作。全体德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团结一致，重建家园。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能在我们的港口看到来自我们阵营以外国家的船只。在过去，我们和其他的列强互相实行禁运，这确实证明了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但时至今日，禁运的代价已经逐渐显露。经济危机首次来袭时，进出口匮乏给我们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内战带来的破坏也早已抹去了人们对自给自足政策仅存的几分信任。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我们不能再如此继续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了。尽管保守派对此仍然不置可否，但我们必须立即开放港口，以接纳国际贸易，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人民需要救助。承认德国像其他民族一样处于创伤之中，并非可耻。这和祖国的荣耀和优越并不冲突，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罢了。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别人怀着真心实意送来的援助呢？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虽然保守派支持者仍然犹豫不决，但他明白行动迫在眉睫，他必须立即镇压意见分子，开启改革进程，并安抚支持者。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为日后的立法和国家重建铺平道路。然而，国会这条路暂时还行不通，必须等到元首掌握全党之后，才可能正式开始立法。我们可以先着手扩大元首的影响力，把可靠的人才分配到各个重要部门和职位。改革需要深思熟虑和缜密的规划，而不能靠权力强行推动。尽管保守派、军国主义分子和党卫队竭力拉拢，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忠于施佩尔。这些士兵看到了他伟大事业的正义性，认清了那些冒牌货的卑劣本质。无数的德国人民不分高低贵贱，他们纷纷投到自由的旗帜下，与民族社会主义坚定的捍卫者并肩作战。内战中的各路强敌，没有一个能号召如此英勇可靠的民兵。毫无疑问，真正的德意志儿女都与施佩尔站在一起，他才是我们的合法元首。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我们绝不会像魏玛共和国那样对将士们忘恩负义。除了专门为民兵颁发奖状和勋章，我们还要为每名士兵颁发一枚特殊勋章，让他们与那些不忠诚的同志区别开来。同时，我们还会向他们发放更多津贴，并给予优先提拔的特权。为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民兵只要正式登记就可以获得基本津贴，而其中的战斗英雄可以获得更多奖赏。内战的胜利不仅要归功于我们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还要感谢在莱茵兰工厂中辛苦工作的平凡男女们。那些不能上战场的人另辟蹊径，夜以继日地为合法元首的斗争事业奉献力量，他们将得到和士兵一样的待遇，终身养老金、税收豁免以及报国勋章。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不顾一切忘我工作的人们。莱茵兰是我们在内战中的根据地，因此我们手下有数以百万的奴隶，
尽管他们本来有机会铤而走险，反抗我们的军队和看守，但在元首的承诺下，他们重新鼓足干劲，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尽管其中尚有一小撮需要处理的激进分子，但毫无疑问，在我们敬爱的元首彬彬有礼、善良仁慈的处事方式的鼓舞下，大多数努力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为了追求所谓的胜利，另外几个自称元首的冒牌货只会让这些可怜人工作到死。他们用行动果断证明了自己对祖国的忠心，理应得到奖赏。莱茵兰的奴隶们将被重新分配到元首忠诚的劳动大军，他们会得到更好的住所、更高标准的物资供应、更少的监视，并在元首的劳工改革实施之后获得特别优厚的待遇。或许我们还应该向那些表现良好的奴隶提供晋升机会。英国，居然是英国！约瑟夫记起有一次他和第53空降旅的其他朋友打牌，开玩笑的猜大家第一个会被部署到哪里。有些人猜去东方，弗里德里希则认为是非洲，没有一个人猜到是英国。但话说回来，那是在英国爆发叛乱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他们在莱茵河下游的一个机场扎营，没过半个钟头，他们快要起飞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缓缓走进飞机。还要过多久才能再次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他可能要在英国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谁知道呢？快呀，往前走啊！身后的一个伞兵抱怨道。他翻了个白眼，走上飞机，内心的疑虑困扰着他。尽管如此，他报名参军是为了保卫祖国，是时候付诸行动了。英吉利海峡危机不断升温，许多人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又一次发起了海狮行动，已经驶入英吉利海峡的美国海军迫于压力放弃了抵抗，在谈判失败后仓皇撤退，而德国则因此机会重申欧洲霸权，为欧罗巴计划扫清障碍的机会。时隔30年，德国再一次登陆英国。尽管英国抵抗军决定背水一战，但德国国防军已经在多处海滩登陆。人们认为抵抗军很快就会被荡平。有人注意到德国伞兵部队在一次突袭后迅速控制了机场，随后无数满载坦克和步兵的运输机纷至沓来。我们实施了第2次海狮计划，再一次征服了英国。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内的改革也不能停下。德意志土地上已经许久不曾出现真正的正义了。数十年来，不计其数的罪犯、人渣通过种种手段牢牢掌握了祖国的心脏，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透支着他的生命。官僚体系、德国国防军以及纳粹党党内充斥着各种罪恶行径，滥用职权、纵欲享乐、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卖国求荣，乃至谋杀，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整个纳粹党高层都是犯罪的温床，铲除祖国腐败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肩上。元首公开谴责诸如此类的犯罪腐败行为，所有拒绝悬崖勒马之人，所有参与罪行的人都将面临法律的全面制裁。我们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民公敌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元首之敌也不例外。不过嘛，这就是腐败的纳粹党，它如毒蛇一般恐怖，它必须为德国的失败负责。就在我们上一任元首尽力赢得战争并退居幕后之时，某些党内人士开始变本加厉，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敛财，最终腐化了德意志祖国。倘若施佩尔党内唯一的希望之光在几十年前就清洗掉那些恶贯满盈的纳粹党的话，祖国绝对不会陷入此等境地。这是尽管施佩尔已经使出浑身解数，
但党内依旧充斥着内斗、官员腐败、滥用职权以及其他反人类的罪行。上述罪行就是我们绝不能跨越的底线。别问为什么，别质疑元首，也别相信所谓的知情者或者是小道消息，千万别深入调查，毕竟元首说的就是对的，不是吗？鲍曼、戈林、海德里希这3人妄图向全世界宣称自己才是德国唯一的合法元首。民族社会主义的新德国成立的前30年里，这3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趟着血海登上权力巅峰，而民众的痛苦却无处诉说。不知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曲解过多少次元首的话语，又或者为了追寻荣誉践踏过多少无辜的德国人民。阿尔伯特·施佩尔才是德国真正的元首，卓越的功绩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德国的领地上拨乱反正。内战的敌人在历史书上只配叫做德国历史上最邪恶的罪人，任何外敌都不及他们那般危险。只有让每一位德国学童都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罪恶，未来才能行得正，不偏离民族社会主义正统的康庄大道。德国对于种族进化理论的争执已经完全失控，用于证明个人雅利安血统的血统证书遭到了施佩尔支持者的广泛抵制。元首本人声称，他们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举措给就业和教育机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道德方面的谴责也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施佩尔的内阁中。尽管激进的改革可能会激怒党内人士，尤其是党卫队同情者，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废除关于宣传种族卫生的法律。是时候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要集中精力，为德国人民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尽管他们的追随者已经被处决、监禁或是屈服，但这3人的残余却依旧阴魂不散，如同插在德国背后的一把利刃。这些冒牌元首在民众中依然广受尊重和欢迎，通过国家媒体公开作证，揭露他们的交易和罪行，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如果试图一下否定他们所有人，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鲍曼的保守、冷酷无情和对纳粹的狂热和施佩尔的支持者立场格格不入。他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蛊惑人心，并且囊括了党内大多数人。将鲍曼的腐朽思想从党内根除，对于减少改革内部阻力将大有好处。鲍曼总是小心翼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但仍然激起了许多下属的恐惧和仇恨。现在他已经倒台了，他们可能会愿意指控他。戈林因战争英雄的身份一直广受民众欢迎，但目前更大的威胁是他在国防军中的支持和根基。由于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伟大胜利，德国国防军仍然是德国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对德国来说就是清晰可见的危险，也只会让更多的国家反对我们。好在戈林有长期的非法金融活动记录，曝光这些记录将让他名声扫地。最后是海德里希，尽管党卫队广受憎恨，但海德里希本人却得到了希姆莱的高度评价，再加上他果断的行事风格和斯巴达式的纪律，海德里希在西俄罗斯战争后成功保持了正面形象。显然，对他的崇拜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对希姆莱的崇拜。我们不能让勃艮第的第5纵队在德国胡作非为，趁着人们还对战争记忆犹新，揭发他的罪行可以粉碎任何党卫队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希特勒的影子，鲍曼。无论我们对纽伦堡法的立场如何，这部法律都是当下无休止的争论乃至暴乱的根源。除了那些公开的鲍曼支持者，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起码要重新审视这些法律。我们会在国家媒体上正式宣布，元首和他的亲信顾问将选择对这些法律进行审查，至少这能缓和这部法律引起的动荡局面，为我们赢得喘息之机。当然，眼前这种情况的原因错综复杂。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主宰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催生了希姆莱的狂热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即使在美国这个曾经教导我们进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废除强硬种族隔离等级制度也势不可挡。如果我们不废除或者改变现行政策，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德意志烹饪时尚的新未来。一开始屏幕里面什么也没有，但很快纯色的厨房内出现了一名传统德国妇女。天哪，我得给全家人做饭，她喊道。我首先必须准备好工具，
一步一步来。说完，他便弯下腰去拿菜刀。与此同时，摄像机聚焦在一旁摆放整齐的水果上。我要切开这些水果。他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用刀切开水果，毫发无伤。我得下去看看那些盘子洗干净了没有。他伸手取出2个盘子，将盘子展示在摄像机面前。他厌恶地看着这些盘子，怎么裂了？他盯着这些损坏的盘子，尖叫着：“昨天还好好的呢！”这时，一旁传来了开门声，一个雄厚的男声出现了。镜头一转，妇女和她的丈夫已经搂在一起，她正拎着一个大盘子。我发现咱们家银器不太好，所以我出门去到附近商店看看有没有卖的。你猜猜我买到了什么？拿出来看看吧，妻子问道，让丈夫把盒子放在厨房桌上。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丈夫笑了起来，用手指了指盒子背后的小标签。摄像机镜头随即跟了上去，上面写着完全由德意志人民制造。她扬起了眉毛。哦，你是想告诉我这些都是德国工人们制造的吗？她丈夫点了点头。在德国工厂里，她又点了点头。德国工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薪水，她还是点了点头。妻子笑了起来，向着摄像机张开双臂。这就对了，我绝不会再买那些被奴役的人制造的东西，只有自由快乐的才行。南非战争结束。南非战争这场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争议和最重要的国际冲突似乎就要落下帷幕了。德国终于攻陷了自由国家组织的最后阵地，尽管大部分美军已经撤离，战争的最后几天仍然充满了混乱。亲美的南非人也在试图逃离这个国家，美国驻开普敦大使馆的职员也被迫乘坐直升机撤离。由于双方尚未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敌对行动仍然在继续着。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已经给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留下了令人揪心的疑虑，因为这是近20年来美国第2次从冲突中决定性的撤军了，而且又抛下了他的一个重要盟友，将他留给了德国纳粹。但不管怎么说，终于和平了。尽管新发布的政策差强人意，但现在早已不是魏玛共和国或者是德意志第2帝国时期。要想捍卫我们元首的新政权，我们不能靠统计选票或者是幕后小心翼翼的谈判，而要靠果断的行动以及司法系统的严格运用。尽管我们已经走在通往美好世界的康庄大道之上，但暗藏的敌人依旧虎视眈眈，试图将元首拖入意识形态狂热的泥潭。这也正是只有一条路可走的原因。我们必须跟随希特勒的教诲，利用一切必要手段粉碎大部分胆敢反抗的敌对势力。党内的那些腐败罪犯以及官僚必须被连根拔起并踩在脚下，然后交由司法机关审判，或通过其他方式予以铲除。公众将充分完整地展现真正的德意志正义，增强对元首的信心，昭示我们政府的仁慈之心。随着我们完成了特别法庭的国策，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来发展我们国内的经济了。不过看了一眼时间，我觉得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在南北2个战场，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至于德国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说。这集先这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